呀，西安城区里的交通真的是有点混乱呀。前面这里就是秦岭了，连绵不绝的800里秦岭，其实可以徒步的地方非常多，只不过都没怎么开发。进山了，进山了！平时西安人周末的娱乐活动，尤其是夏天，就最喜欢进山了。所以我们这边山里面有好多咖啡馆啊、农家乐呀，都还是比较不错的体验了，算是。朱雀隧道。啊，你看这个秦岭真是一个隧道接一个隧道啊！秦岭隧道区。Hello， 大家好，我们已经离开了西安了啊，现在正在去这个汉中的路上。现在我们在秦岭服务区。啊，我背后这里就是秦岭服务区了。然后呢，今天的天气啊，虽然没有太阳啊，但是你看背后这里云雾缭绕，我觉得特别好看，真的就是很仙气的感觉哈。我是第一次路过这个秦岭啊，还是非常兴奋的。一路过来，这个秦岭还是让我感觉非常震撼啊。然后穿过很多的隧道，我觉得古代的时候，如果要穿过秦岭，还是挺不容易的。对，所以说你这一刻，你是不是对蜀道难有了具象化的体会了，对吧？对的，所以我来到秦岭还是挺兴奋的。我们会在这里休息一下了，然后我们今天晚上到汉中。我们的行程很休闲，别人1天的路程，我们分成2天来走，然后就慢慢走，慢慢玩吧，这样也不累，也能玩得好。是的，所以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然后等一下继续出发。耶！肯德基入邊食泡麵啊！中國人真係中意食即食麵嘅，唔好我話真係。飲翻杯咖啡先，然後再出發。哎呦，超级长的隧道，看不到头，已经走了半天了，怎么还是有好长的啊？你看这个云雾缭绕的，真是仙气飘飘呀！秦岭里面肯定住了好多老神仙。我还真的挺喜欢这边的环境。是不错。不过它其实这里就是旅游开发，就基本上没怎么开发，可以开发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它就开发了几个森林公园。第一次来这个秦岭，真的震撼。我们现在准备出发去都江堰了。我们今天出发的时间比较早，8点半就出发了啊。一般人从西安到成都可能开车1天他们就到了，然后我们就时间比较多，然后慢悠悠的，我们2天开到都江堰，这样就比较轻松一点。我们出发啦，拜拜。汉中好像就是有这个江景啊，所以他们的卖点就是江景房。但是他们小城市都建那么多高楼，人口根本达不到这个密度。对啊。感觉那么多高楼都没住满似的，怎么又在建？到处都在建。我们一路过了那么多城市，所有城市都是这个模式。对啊，小城市都是一堆的高楼。小城市又没有那么大的人口密度。这边也有。哎呦，好多高楼呀！这儿
儿离成都还有大概100公里吧。今天天阴，然后远处的山看起来就挺像水墨画的。离都江堰还有50多公里吧，这也不知道啥山，但是还挺好看的。你看哈，看见这山，让我一秒就想起青城山下柏素贞。Hello， 大家好。我哋已經嚟到咗都江堰啦，正式踏入呢個四川境內啦。一路行嚟咧，路況都算唔錯，車流量都唔算大。不過值得注意嘅就係咧，從西安到呢個成都咧，就算係高速公路嘅話咧，其實都係喺山區嘅路段啊，所以行駛嘅時速咧都係比較慢嘅，平均時速可能都係得80到100公里呢個區間嘅啫，所以係唔好以呢個距離嚟估算呢個行程時間啊，因為行駛嘅時候咧，實際嘅速度咧會比你預估嘅會低啲啊。我們今天已經進入到四川境內了。我現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都江堰，我背後這裡就是都江堰的仰天窩廣場，有這個巨乖的躺平的熊貓，然後大家到這裡都是不要忘記拍照哦，就是基本上跟那個比薩斜塔所有人都會推塔一樣，然後所有人來拍這隻熊貓都會這樣子打卡迪麗熱巴的同款造型，耶、明天呢，我們就會去都江堰的景區去參觀一下了，還有什麼文廟街呀，就是那些老街，應該是叫文廟街，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然後呢，就會正式開啟我們的3月8行程了。朝頭早一早嚟到都江堰景區門口啊，好多人排隊啊。不過聽司機講呢，今日算人少㗎啦，已經係。呢一座樓呢，就係陳燕樓啊，主要係用嚟俯瞰呢一個都江堰全景嘅地方。而家呢一座樓呢，就成為呢個都江堰景區嘅入口啦。一入嚟就睇到都江堰嘅全景啦。都江堰呢一個水利工程咧係延續咗2000幾年嘅。都江堰嘅巧妙設計咧係將呢一個分水堤啊同埋寶瓶口咁嘅結構咧就融合埋一齊，將呢個岷江水流啊就由外到內咧就分成2條河，從而實現呢一個江撈同埋呢個江巷嘅控制啦，咁就可以令到呢度周邊咧就成為農業嘅灌溉水源啊，咁樣成都呢度咧就會有源源不絕嘅水源啦。有什麼必要嗎？讓你繞着一座山上來，然後再讓你走下去，神經病人。是的。看見啊，你坐個車繞着一座山翻上來哈，再翻下去最後。陳燕樓咧，因為喺個半山上邊啊，所以如果腿腳唔靈活嘅人咧，從呢度行落去咧都係幾麻煩啊，因為有好多台階啊。終於從呢個陳燕樓落嚟啦！呢一條路如果對呢啲腿腳唔係好方便嘅朋友呢，就真係唔係好方便啦。而家我哋前面呢條河呢，就係岷江啦，而從岷江上面嘅呢一條橋呢，就係安蘭索橋啦。呢一條橋呢，係建於公元3世紀嘅，佢主要係用嚟俾呢啲建築呢個都江堰嘅工人咧來往兩邊嘅。以前咧都係用呢個樹嘅筋啊、繩索竹啊嚟做嘅，而家當然就加固咗，變成用鐵索嚟做啦。咁而家當然係變咗遊客參觀嘅橋啦。等我嚟訪問下呢一個安蘭索橋嘅幸存者啊，有什麼感覺？晃得我頭暈。我們大概整個過橋時間有不到10分鐘，
因为现在已经是旺季的末尾了，其实还算蛮顺畅的。听说旺季的时候排队要再过个桥，大概40-50分钟。我不敢想象我在桥上晃40分钟我会怎么样。就这个桥上其实不是很害怕，然后两边的防护措施也都比较到位，然后大喇叭也一直在喊不要拍照、不要停留、快速通过但是晃还是晃得蛮厉害的，就是心里并不是很害怕，就真的是晃得我有点头晕所以尽量要么就赶早吧，要么就不要再忘记了凑这个热闹了，耶、哇！睇下呢度嘅人流，超多人啊！我们的毛小薇已经满血复活了。耶！这个都江堰景区呢，本地人会说不理解外地人为什么要花80元来看一个水烫烫，但是呢，它确实是一个运行了2000多年的一个水利工程，所以值得与否就见仁见智吧。不过呢，来之前可以自己做一下功课，或者是说在景区内找其他游客拼团，请一个导游细细讲解、细细感受一下，我觉得也是不错的。但是呢，人真的非常非常多，最好呢就是赶早，或者是避开这个暑假7、8月这个旺季来会比较好一点。耶、我哋一路過嚟咧，聽司機講話，而家已經係叫做人少咗啦，係有啲淡淡地嘅旺季尾啦。但係我哋咧依然都覺得係好多人喺呢度，睇下啲團客真係人山人海啊！前面我哋睇到呢度咧就係叫做魚嘴口啊。其實理解咧就好簡單嘅啫，因為中間呢個人工島咧嘅頂部咧就好似條魚嘅口咁啦，所以佢哋就改個名叫做魚嘴口。前面呢度就係岷江口啊，睇下從魚嘴口呢度睇過去岷江，仲有對面嗰個山嘅景色。而家我哋眼前嘅咧就係岷江啦，咁見到岷江咧就分開咗2條支流啊，左邊一邊咧就通向俗稱嘅所謂嘅寶瓶口啊，咁左邊呢個支流咧就會通向啲農田啊或者係其他分支嘅，咁主要係用咗啲水利啊灌溉嘅用途嘅。咁右邊呢邊咧就係被稱為呢個飛沙堰啊，咁以前咧係攞嚟分隔呢個河流嘅泥沙嘅，但係而家你見到已經乾咗㗎啦。咁上面個堰咧其實都係俾遊客喺上面行下嘅啫，咁就已經係冇咩實際用途㗎啦。終於逛完呢個都江堰啊，真係好多人啊！我最怕人多㗎啦。咁我覺得就算幾好嘅地方咧，都人一多咧就好難搞啊，好唔舒服。我覺得都江堰佢有啲景點咧係硬作出嚟嘅，即係話佢本身冇咁多地方俾你參觀，但係佢又要將佢設計得即係一個所謂完善嘅景區啦。咁就硬要整出好多個點出嚟，等啲人入嚟玩啊！咁就中國特色嘅旅行景區啦，典型嘅。咁我哋今日逛完呢一個都江堰之後咧，我哋就會日山100啦，會正式進入呢個川藏線嘅範圍。我哋已經從呢個都江堰嘅景區出嚟啦，毛毛有咩仲要講嘅？就是都江堰这个城市吧，我是觉得它蛮凉快的，一个是树多，再一个是今天跟司机聊天当然凉快是相对它同一时间其他周边城市跟司机聊天是说，因为这个江水是阿坝州的雪山化下来的水，然后所以呢，不管白天有多热，然后一到晚上风一吹起来很凉快的，而且它靠近青城山，真的是蛮凉快的。然后司机又说呢，都江堰这个城市不大，然后收入的话那个天花板比较低，所以整体这边城市人都比较休闲，物欲不是那么重的。然后就是我们说的躺平了。然后司机还说呢，很多城市人终其一生的梦想，他们出生就实现了就很悠闲，然后喝茶呀、聊天呀，然后就躺平了，城市也不卷。我觉得这是一种怎么说很好的生活状态。其实大城市里面卷生卷死到底是为了什么然后你看在小城市物欲不高，
然后消费也不高，然后舒舒服服的过着。当然这是2种不同的选择啊，各有各的好处吧，我是觉得。他这里生活节奏是慢哦，是舒服，但是同时也变成一个低欲望的节奏，就意思说他的收入就那么多了，所以他其他东西他要改变都很难。对的，所以就没这个能力来改变，你也要接受这个缺点。是用司机的话，就说这个收入低嘛，你再怎么拼搏，它天花板低嘛，然后机会也不多，所以说就欲望就比较低了，是这样子，有利有弊吧。行，大概是这样了。这个我们都江堰就这样到这里了，我们下一站到318见，拜拜。宝子们、家人们、老铁们，动动各位发财的小手，一键3连，关注主播不迷路，耶！